今日我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我話你知有一隻股票，就算我哋用最悲觀最熊市嘅劇本去估算，即係假設 AI 泡沫爆破，競爭對手仲要同你打價格戰，喺咁差嘅情況下，佢嘅股價竟然仲有得上漲，你信唔信？聽落係咪好似好到難以置信呢？今日我哋要拆解嘅就係一間咁樣嘅公司 ASMPT， 股票代號522。好啦，咁我哋先睇下而家市場上大部分人係點樣睇 ASMPT 嘅。簡單嚟講，喺大部分基金經理眼中， ASMPT 就係一間傳統嘅周期性嘅半導體設備公司，即係話佢嘅生意好壞完全跟住全球經濟好唔好、消費電子同汽車市場旺唔旺嚟行。舊年盤數唔靚仔，收入跌咗，就係因為呢啲市場麻麻地咯。第二個大問題就係地緣政治風險，話呢個好緊要，因為佢哋喺2024年有成38%嘅收入係嚟自中國市場㗎。咁即係話中美一有咩風吹草動，美國一收緊出口管制， ASMPT 就好容易成為炮灰，呢個係市場最驚嘅一點啊。第三就係競爭， ASMPT 有個好關鍵嘅業務叫做 TCB， 係做先進封裝嘅，呢個我哋陣間會詳細講。但係市場見到嘅係喺呢個領域有好多好似 Hami Semiconductor 呢啲韓國公司同佢鬥到你死我活，競爭非常激烈，所以總結嚟講，市場嘅共識就係 ASMPT 等於周期股加高地緣政治風險加激烈競爭，股價反映嘅就係呢種悲觀嘅睇法。但係當我哋深入去睇盤數嘅時候，一個好奇怪嘅裂痕出現咗，你聽住啦。喺2024年 ASMPT 集團整體收入係跌咗10%嘅，呢個完全符合頭先講嘅周期性下滑故事，冇問題。但係喺同一時間呢，佢內部一個叫做先進封裝 AP 嘅部門呢，收入竟然可以逆市爆升23%，諗下都覺得唔對路啦。點解間所謂嘅周期性公司入面會有一個增長引擎，表現同成間公司完全脫鈎㗎？呢個就係成個故事最關鍵嘅底層邏輯。市場嘅敘事同盤數嘅現實出現咗一個巨大嘅矛盾。咁真相係咩呢？真相就係我哋一直都睇錯咗 ASMPT 根本唔係一間公司，佢其實係兩間公司嘅混合體。第一間公司係一個高增長、高利潤、食正 AI 革命調水嘅先進封裝業務。你諗下個邏輯鏈啊 ，AI 爆發首先要買 GPU， 啲 GPU 要勁，就需要一種叫做 HBM 高頻寬記憶體嘅嘢，而要生產 HBM， 你就必須要用 TCB 呢種設備。ASMPT 就係喺 AI 革命入邊賣鏟賣鋤頭俾啲掘金礦嘅人嘅核心供應商。呢個需求係非自由裁量嘅，即係話係一定要買，冇得揀嘅。證據呢，就係佢呢個 AP 業務對成個集團收入嘅貢獻已經由2023年嘅22%飆升到2025年上半年嘅接近39%。佢嘅增長動力已經完全唔係嚟自傳統嘅周期，而係嚟自 AI 嘅結構性增長。而且行業報告證實，佢哋已經喺韓國嘅 SK 海力士手上贏到重要嘅市場份額，證明佢哋嘅技術係真材實料，護城河越嚟越闊。咁另一間公司係咩？就係大家熟悉嘅傳統嘅 SMT 表面貼裝業務。呢個業務的確係周期性嘅，但好消息係佢已經見底反彈啦。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 SMT 業務嘅訂單量環比增長咗成53.7%，主要係由中國嘅電動車同 AI 伺服器需求帶動。所以你睇到未？個故事完全唔同晒。市場因為傳統業務嘅周期性低谷同埋地緣政治嘅淹沒，完全忽略咗一個結構性增長引擎嘅崛起。你而家面對嘅係一個雙引擎增長模式，一個係 AI 驅動嘅火箭，另一個係準備由谷底反彈嘅傳統引擎。接落嚟，你係信市場主流講嘅 ASMPT 係一隻受制於經濟周期同地緣政治嘅傳統股，定係信我哋拆解完數據之後睇到嘅佢係一個價值被嚴重低估、由 AI 驅動嘅結構性增長故事？我哋嘅研究顯示，佢嘅風險回報係極度不對稱嘅。就算喺我哋最差嘅事前剖析 pre-mortem 情景入邊，即係假設美國真係出重手制裁或者新技術將佢完全顛覆，我哋經過量化嘅悲觀估算，佢嘅價值都比而家股價高。呢個估值係點計出嚟㗎？點解我哋咁有信心？老實講，背後嘅功夫非常複雜。我哋為咗計出呢個概率加權合理價值，係分別對佢嘅先進封裝同 SMT 業務建立咗獨立嘅驅動模型。我哋設計咗3個情景：基本、樂觀同悲觀。喺 Patreon 嘅會員專區，我哋會將最硬核嘅部分同你哋分享。你會睇到我哋完整嘅3情景估值模型，包括由2025年到2028年每一個情景下詳細嘅損益表、資產負債表同現金流量表預測。我哋仲做咗壓力測試，例如我哋會話你知，如果 ASMPT 喺 TCB 市場嘅佔有率每上落 2.5%， 我哋個目標價會點樣變？又或者佢個毛利率每上落 1% 對估值有幾大影響？呢啲就係機構級別嘅分析，可以幫你真正量化呢單投資嘅風險同回報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我哋嘅估值模型，甚至親手驗證我哋嘅所有計算，就快啲 click 入 description 度嘅 link，
訂閱我哋嘅 Patreon 啦。好，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業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